汉武帝为什么要将游侠赶尽杀绝呢？一个小小的游侠，如何能够威胁到汉武帝至高无上的皇权呢？这件事听起来很离谱，但当时的情况却很严重。想要解释明白这回事，我们还得从游侠是如何出现的开始说起。战国时期，因为诸侯之间不断的争霸吞并，对于人才的需求越发强烈，而原有的贵族世袭体系又无法提供足够的人才，社会对于人才的强烈需求和人才数量的不足的矛盾就体现了出来。所以当时的贵族就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，叫养士。当时的贵族集团养士之风盛行，尤其是那些顶级大贵族，谁手底下要是不养上几十上百号闲人，出门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。这套体系的运作方式大致就是贵族出钱招揽有才能的平民，或者落魄贵族为自己效力。比如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孟尝君、平原君、信陵君、春申君，都是养士的大户。信陵君更是号称私养3000门客，这些门客加起来足以组织一支军队了。这些事就是后来汉朝游侠的前身。到了汉武帝时期，游侠已经成为民间的一种参与社会管理的势力了。要知道，这汉武帝可是想做千古一帝的，所以他要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上，做一个在他之前从未出现过的集权君王。他集权的目的有很多，他想北伐匈奴，南平百越，东封泰山，西拓疆域。他有这么多伟大的目标，而这小小的游侠显然是不值一提的。但是汉武帝却很在意这个，因为游侠已经阻碍了汉武帝的集权势力。其实游侠是地方上的豪强，或者是能得到地方上豪强支持的人。当时在地方上，一些游侠的势力很大，如果地方上出了矛盾，大家都不愿意去找县官来调解，而是都来找游侠。汉朝地方上的权威都被游侠架空了，而且这些地方都不是很偏远，就连洛阳都有这样的游侠存在，那这已经妥妥的威胁到了汉武帝的统治根基了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当时汉武帝要求各郡的富人豪强迁到茂陵，这本来就是打击豪强势力、巩固中央集权的办法。而一个地方游侠叫郭解，他居然能够找到卫青，请他求情不搬到茂陵去，而且郭解居然有能力把出主意迁徙他到茂陵的官员都杀了。闻此消息，汉武帝震怒，这个人能够随便杀害官员，已经威胁到了西汉的统治秩序。仔细一查，更有惊人发现，郭解很狡猾，他杀人往往是在大赦之前杀，这样杀人罪行就会被赦免，而且不劳烦他自己动手，甚至他都不需要下命令，门客就自动去杀人了。这种危险分子谁都不能容忍，更别说汉武帝这样一心想要集权的帝王了。事实上，游侠一直生存在灰色地带，法律对他们来说若如无物。汉武帝晚年还发生了杨陵大侠执剑闯入皇宫事件，惊得武帝一身冷汗。说到这，我们自然也就明白了，汉武帝去镇压这些豪侠，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，巩固自身皇权，维护国家稳定。在汉武帝一系列的改良之下，汉初一度盛行的游侠之风终于被汉武帝硬生生地止住了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